Hello， 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有态度的摩安分享评头论足。大家喜欢视频的话，多多点赞、投币、收藏，同时呢订阅频道，节目更新第一时间推送。本来今天这款模型是准备周六发视频的，因为 RG 托鲁基斯所以就延后了。就是这款高达创行者中的红色贝雷格林摩亚。其实因为是属于非高达原型的魔改机体，同时呢原型机又是人气不怎么高的 G 复国系列。可能关注的人确实是不怎么多但是呢，说实话，我感觉这款模型还真的是可圈可点。黄鼠狼机师咱们不提了，起码这经过魔改之后，在众多配角机里面也算是比较抢眼的一台。而且呢，这款模型所附属的一些属性也是比较惊奇对于这款红色贝雷格林摩亚，称之为换头狂魔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稍微带点奇葩属性的机体都比较对我的胃口，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太多贴纸补色，素质还算不错并且呢，价格也不太贵，90块左右，闲来玩玩的话不感觉心疼，我感觉还是挺不错的。那么首先就是这款模型，可能是因为后背装着脑袋的背包关系加上机身部分短粗胖的设计，拿在手里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意外的坠手感。东西看着确实是不大，但是呢，分量一点都不轻质量感十足要是摆玩的话，手感确实是不错。而且呢，刚才也说了，这款模型贴纸补色的部分也不多，除了眼部的一些补色之外呢，就是比如说裙甲和领口部分是进行了一些补色，还有膝盖部分的星星。因此实现完毕之后呢，可以看得出来素组的完成度还是可以的。当然了，如果深加工补色一下的话，这个效果呢会更好。相信朋友们都知道，这款红色贝雷格林摩亚的原型机呢是来自 G 复国。原来的配色应该说是以黑黄色调为主，虽然说结构都差不多但是呢颜色确实是不算特别讨喜。那今天的配色采取了类似装甲骑兵红舰队的设计，在颜色部分采取了军绿色为主，同时呢加上默认意象红色贝雷帽的红色脑袋设计，配合上星星标记，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一种非常清晰的特种兵风格。同时呢加上身后的大背包，让整个设计提升了一些重量感。虽然说不算什么大改新贵度也确实是不高，但是我认为还是非常见效果的，起码当年的量产机现在看起来让人感觉挺想买的。那既然是改款机体还是剩余了不少肢体部分的零件结构，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原造型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我感觉是没有太大的必要。现在这个是好看很多的，而在细节部分的表现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挺有趣的看点。咱们首先来看一看头部首先，为了强调红色贝雷的意思呢，这里默认使用的是红脑袋，在头部可以看到环状的刻线。那比较瞩目的还是要数监视器部分的铝箔贴纸，再配合上透明分件的效果了。看起来这光感还是很强的，超亮，我很喜欢这种质感但是呢，因为本身机身的结构限制，头部除了水平方向的左右转动之外呢，很难再有什么其他的可动表现。不过呢，既然称之为换头狂魔，自然换头也是一个属性。那么在后背包里面收纳的迷你格雷摩亚拆掉小躯干之后，就可以替换到主体身上了。所以呢，它不仅仅是红贝雷也可以是蓝贝雷或者是绿贝雷。可以看到眼睛部分的颜色呢，也都是做出了区别。虽然说换上绿头之后，这个一体感表现不错但是确实感觉是少了一点个性。上半身部分有一个大大的领口设计，中间是采取了一块贴纸补色。那往下看呢，就是大大的球形肚子了。从这个胸部划分为可动区域，可以实现弯腰挺胸。虽然说幅度不大，但是呢紧实度还算可以支撑这个背包呢是没什么问题。同时呢也能够进行一点左右的侧摆或者是旋转都能实现。常规的上下肢连接的腰部也能够进行旋转，表现还算可以。而整个手臂在造型部分的变化其实不大在肩部的绿色护甲部分使用了新规，并非是原本的球形结构。表面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孔洞，这里呢在外侧是安装了一个红色的肩部护甲。那么配合上这个肩甲，特别像是装甲骑兵里面的红舰队，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妥妥的又玩梗了。默认属于非对称造型，但是其实里面是有提供多余的，在空余的一边呢也能装上一个，确实是强迫症的福音不过呢，肩部的关节表现是相对一般的。首先在肩膀部分是给出了一个可以前伸的关节设计，看好位置30度前伸还是没什么问题的。然后整个手臂可以实现垂直旋转，那平举的话就比较弱了，因为干涉达不到90度。手臂上段呢支持水平旋转，而曲肘的话就是两段结构，达不到90度。不过呢，在手腕部分像是00高达一样给出了一个独立活动的关节，这个幅度表现还是挺不错的。那默认手型呢，现在是安装的握持手，除此之外呢，就只有一个掌型了，没太多可说的。
那前裙甲部分啊，带有2个大大的球形结构，同时在上面呢还有3个圆形的凹陷处理。而这几个元素配合在一起呢，我总是会想到猫的肉球啊，看着挺萌的。侧裙甲的设计也比较特殊，前面一个独立的小腰包造型，后面就是一个尺寸被强化了很大的护甲结构了。而且呢，这个部分还带有很大的可动空间。而后裙甲呢，看似是平白无奇啊，但是呢还是内藏玄机，里面收纳了一个红色的匕首。其实这个匕首的分件呢，总共是提供了3把，都是一样的。在这个握柄也好，还是刀身也好，都做了不少的结构细节。不过呢，针对刀刃部分，其实还是需要补色的。那么在下肢部分啊，其实作为改动都集中在了小腿往下，也就是小腿和脚部。在膝盖部分一改球形弧面的线条啊，这个部分呢是带有展开结构的，而展开之后，内部则是隐藏了一个尺寸不小的刀刃。这个膝盖啊，我总是会想起雪崩来。同时呢，在这个脚部的设计看起来像是穿了旱冰鞋，前面后面都有轮子。不过呢，前面的结构如果较真儿的话，也只能算是一个疑似轮啊，不能转动，但是呢，能翻展出另外一个尖刺来。而脚跟部分倒是比较良心啊，这个轮子并不是固定结构，能够正常转动，看着确实是不像万代的风格啊。如果要是2个轮子都能转的话，那就更好了。不过呢，在腿部的可动表现也不算是特别强啊，大腿根部能够正常旋转。而前踢的话，因为这个大膝盖的干涉，我确实是抬不太高了啊。侧踢的话还行，算是能够接近90度，后踢的话也能做出来一点。屈膝式2段式结构，接近90度，可以看得出来啊，都不算是特别好。而脚部的表现相对来说好一点，脚踝装甲独立可动，脚掌呢也能够实现大范围的抬起和放下。虽然说旋转是有点干涉啊，但是呢也绝对够用，同时也能够实现大范围的侧摆。总的来说，总体的可动表现不算是特别好，不过呢都是达到够用的水平吧。接着咱们来看一看武器装备。首先呢是这个左手臂的盾牌，这个部分没什么好说了啊。盾面部分是给出了一些结构细节，玩家可以做补色。整个盾面呢就是一个独立的分件，利用分件插到手臂上就可以了。而主武器部分倒是比较有意思啊，属于一个复合形态的狙击步枪。这个枪体呢是由很多独立部件组合而成的，比如说上面啊可以拆卸下来一个手枪，这样呢也能作为双持。而组合完整的武器造型还是比较帅气的，同时尺寸也不小。不过呢，在这个手枪部分的连接并不是特别紧，有的时候啊碰到比较容易掉。而对于这款红色贝雷格列莫亚，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后背上的这个大背包。头几天出的陆战型高达也是一个大背包，今天这个也是大背包啊。虽然说包很大，里面也装了一些东西，但是呢，这款模型在背负状态下站立啊是丝毫不受任何影响。另外呢，在这个背包正面可以打开，在里面肯定不是圣衣，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蓝头和绿头。当然啊，官方不这么叫，正确的叫法应该是迷你格雷莫亚。那么除了换头到主体之外呢，既然被称之为迷你，自然不会那么简单，因为啊，在这个大大的头下面，竟然还真的有一个小小的主体。虽然说没有颜色，也非常的不起眼，但是呢，四肢是一应俱全的，身后还背负了对应颜色的军用匕首，手部呢则是一个夹子造型，可以直接把匕首握持在手上，而且呢也能够很轻松的实现自主站立。虽然说看起来很厉害啊，但是这个样子呢，总是会让我想起鬼娃来。同时呢，看起来像是增值的小主体，又想起富江来，多少有那么一点恐怖啊。那么看到这里呢，今天这个红色贝雷格林莫亚，咱们就算是多少啊有点了解了。其实呢，对于 G 复国而言啊，人气确实是不高，加上本身就是非高达的冷门量产机型，所以针对这款模型，我认为想要大卖肯定是不可能的。不过呢，从模型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素质，我认为还是挺不错的啊。当然，外形方面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肥肥的外形机设的。同时呢，作为一款 HG 拿在手里的重量感，确实也让人感觉心里挺舒服的。而更多的还是在配色部分和后背迷你本体的设计，确实是挺奇葩的。所以呢，给人的感觉更多是新鲜。同时呢，加上后背还剩了很多孔洞，以后啊，各种武器包来往上面装一装，应该也挺好玩的。另外呢，加上这款模型的出现，也让人把以往的差不多的 G 复国也想起来了，所以呢，还是有一定存在价值的。那么今天这款红色贝雷格雷莫亚啊，正好店铺里面还有货，所以呢，就拿出一盒送给大家。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转发相关的微博就可以。真喜欢的话，可以来试一试手气。好的，咱们接着还是来看一下近期开始预定的拼装模型新品都有些什么。首先呢，最引人关注的肯定就是万代官方的 MG 雪崩能天使是终于出了。为什么说终于啊？总之，毕竟是官方，还是要给掌声的。万代终于是按耐不住了，在主体部分，个人感觉自然还是沿用的 MG 能天使的结构，
只不过啊，之前模型上的一些结构问题，不知道在这款模型上是不是还会出现。从官图上来看呢，武器部分除了标准的雪崩装备之外，给出的武器是知音复合式长剑、知音长剑、知音短剑、知音盾牌，还有光束军刀剑柄，算是标准配置，并没有给出附属。而在雪橇部分的展示呢，也能看到，并没有提供像是 MB 一样的额外展开机构，可玩度是有点缩水的。而至于设定里面出现的雪崩斩刀，自然也是没有出现。所以模型是附带了透明地台，官方定价是6700日元，因为并不是标准的限定产品啊，目前店铺的预定价格是350多。那么不管表现如何吧，怎么也算是可以充值信仰了。那么非高达的拼装模型啊，也有2款是比较抢眼的，就是魔神 Z 剧场版的 HG 规格产品，总计2款。首先呢是 HG 魔神 Z， 可以看到外形部分自然是采取剧场版中的列甲设计。除此之外呢，一些武器机构也有还原。从美如画的官图来看，结构还有造型的表现还是挺好的。而且呢，虽然说是 HG 的拼装级别，但是呢尺寸是特别大的，17厘米到18厘米，定价方面自然也会高一点，是3500日元。所以呢，又到了考验万代非高达计良心的时刻了。同时之后还会登场剧场版的大魔神，尺寸照比魔神 Z 呢还要高一点。而武器部分则是提供了双剑，在胸口部分同样是应用透明件来还原，因为大了一点啊，所以价格方面是达到了4000日元。那么对于这2款模型啊，之前舍不得花1000来块买 MB 体验的玩家，这一次算是一个机会。毕竟价格方面对比成品玩具是低了不少，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期待的。那么以上几款模型，评头论足店铺都在预定中。对了啊，独角兽又出新玩意儿了，就是之前传说的 RG 发光限定版。不过呢，看官图展示出来的成品啊，貌似和之前放出的是做了不少调整。下面电池盒来进行供电，模型呢为不可动的展示结构，同时呢是给出了几种发光模式，什么红光到绿光渐变呐，红光到红光渐变呐，绿光到绿光渐变。预计6月发售，售价是1万日元。不知道这么小的尺寸啊，就算是发光，能不能够带给人震撼的效果？我个人感觉是不太能的。那拼装模型值得看的新闻就这么多了。那么好啊，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大家感觉视频不错的话，多多给咱们的视频点赞、投币、收藏支持，同时订阅评头论足的账号，视频更新第一时间推送。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